若有缘法，他怕是也有修成如来的资质。万万不能放他离开！不要听他的声音，不能让他成为如来弟子。下一代如来只能是我。你们立功的机会来了。只身入地狱的感觉真不妙。迟迟待在宗门，是修不成禅尊的。听了秦牧的话，明心小和尚虽然被晋明开导是中了魔头蛊惑，内心却仍动摇不已。他尝试修补损毁的龙柱，却遭其他僧人排挤殴打。最终明心背起小包袱，带着一本心经，在晋明的默许下向山下走去。随着大雷音寺的钟声响起，小和尚的影子在阳光下拉得漫长，渐行渐远。明心和尚行至延康国，目之所及尽是满目疮痍。雪灾后的世界未见生机，官兵救灾艰难，流民四处逃难，匪盗横行，民不聊生。饥民见到他这般白嫩和尚，竟生出将其当作口粮的念头，明心狼狈逃窜，沿途所见恶殍遍野，连昔日驯顺的狗也成了食世的恶犬，比狼群更凶狠。他闯入一处寺庙，却见主持与僧人竟在角落里分食人肉。刹那间，明心心中那尊佛彻底崩塌。他疯狂推倒佛像，遭众僧围殴至血迹斑斑，直到一队官兵杀入，将这些吃人恶僧尽数诛杀。面对那将军关于为何不还手的询问，明心蓦然答称自己浑身都是破绽。将军见他有些本事，便让他随军去护苗，阻止流民啃食刚种下的庄稼，并点出唯有天下太平，百姓有粮，人间才不再是地狱。将军许诺日后送他一箩筐佛经，并告诫他天下大乱时佛经无用。明心恍然大悟，秦牧所言不差，这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佛经救不了众生。他舍弃了那斑驳的姿衣，决意不再做那虚妄的佛徒，而是要做自己的如来，去书写属于自己的佛经。与此同时，大雷音寺内却是一派安宁，仿佛与外界的炼狱隔绝。马爷带着秦牧与瞎子参观寺中各院，详述大雷音寺如何栽培出类拔萃的弟子。来到气势恢宏的诸天塔，佛心佛子现身，大度地允许秦牧观摩修行，如来大成经。在阎摩罗王院，秦牧沉浸于参悟，竟在短时间内身现宝光，修成了第一重天。佛心见状大惊，这与传闻中魔性深重的秦教主截然不同。随着他们步步深入，秦牧在缩结龙王院修成第二重天，在月宫天子院修成第三重天，最后在日宫天子院修成第四重天。脑后佛光愈发炽烈，这等惊世骇俗的修行进度，让身负佛子之名的佛心心头大震，完全无法理解为何这位天魔教主竟能拥有如此深厚的佛性。佛心目睹秦牧一鼓作气修至第五重天，心神震撼至极。他身为100年来大雷音寺资质最高的佛子，竟被一个魔教主在佛性上比了下去，心中难以接受。随着两人来到鬼子母天院，秦牧终于受阻于第6重天，佛心这才暗松一口气，心中患得患失，甚至生出了不能让秦牧被如来收为弟子的偏执念头。当得知延康国师当年竟能在短时间内参悟7重天时，秦牧倍感佩服，直言自己无法相比。瞎子则在一旁感慨国师天资旷世。随后，秦牧大方地向佛心展示了大玉天魔经。佛心看过开篇及造化7篇后，大皱眉头，斥其为全然向恶的写法，不愿再看。就在此时，突有僧人传讯，称延康太子求见老如来。瞎子耳听八方，察觉到如来赶赴千佛塔，试图镇压心魔力天行，却因大意让众僧代劳。马爷与瞎子暗道不妙，深知千佛塔死物难镇力天行，当即飞身赶往金顶。秦牧唤醒，龙麒麟紧随其后。此时的千佛塔外，司婆婆体内的力天行施展魅惑之术，仅凭声音与幻象便令守塔僧人佛心大乱，相继跌落。
一位老僧即便自毁，双目刺穿耳膜，仍难抵那一抹温柔抚摸，最终佛光崩碎坠地。当秦牧赶到金鼎时，马爷与瞎子已不知去向，金鼎一片混乱。大雄宝殿内，老如来得知厉天行脱困，并未动怒，反而决定履行承诺，不再阻拦秦牧下山。延康太子本欲借机请如来除掉秦牧，却被老如来以大雷音寺绝不学魔头行径为由拒绝。随后佛心奉命来到厢房寻秦牧，他看着这位即便面对困境依旧从容的魔教主，内心复杂，淡淡开口道：秦教主，世尊命我送你下山。佛心佛子一路相送，秦牧为了离属下龙麒麟不行，路上佛心借阅了《大玉天魔经》，却对经中功法大加批判，认为其全然是剥皮害鹰，以众生为刍狗的写法。秦牧闻言哭笑不得，逐一纠正其认知偏差，指出造化先天练的是婴孩般的纯净状态，地元功则是壮大元神的法门，并非单纯残害众生。尽管秦牧坦言修行天魔经使灵胎异常强壮，并建议佛心尝试，佛心却始终坚持批判立场。深夜时分，两人抵达山门，正欲继续下山时，几名太子随从因误以为秦牧是杀害南陀寺高僧的仇敌，暗中动了杀心，打起领赏的主意。秦牧与佛心对此浑然不觉，继续赶路。在山外，两人发现了一块矗立的大雷音寺戒石碑，这让两位少年心性的大雷音寺佛子与天魔教主颇感兴致。然而随着交谈深入，佛心突然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既然佛门功法练心，若是再结合天魔经的速成，是否能达到完美境界？话音未落，两人瞬间翻脸，戒碑下佛光与魔气悍然碰撞。秦牧催动如来大成经，脑后现五重诸天，势如大佛。佛心则展现出惊人的领悟力，竟然转瞬便催动起造化地元功，魔火滔天。两人一番激烈搏杀，招招狠辣，最终秦牧凭借深厚的修为将佛心压制在戒碑下，招招重击致其血肉模糊。秦牧正欲收手，冷言佛心曲解大玉天魔经，魔性难驯，必毁大雷音寺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道突如其来的剑光穿透了佛心的眉心，将其钉死在戒碑之上。那几名尾随而至的太子随从见状大喜，误以为死的是秦牧，欢呼着上前准备割下首级去向太子领赏。太子随从的飞剑因远距离误判，一击贯穿了重伤佛心的头颅。随着几位随从闻声赶到，眼见佛子倒在血泊中，而骑龙麒麟远去的竟是真正的天魔教主，几人瞬间陷入恐慌。为了遮掩杀害佛子的重罪，他们竟决定毁尸灭迹，将这盆脏水彻底扣在秦牧头上。四不像目睹了全过程，在随从们妄图灭口时暴起发难，以强大的异种神通将几人撞碎钉死，随后载着主人尸身奔回大雷音寺。事后罗汉院众僧在处理佛子遗体时，发现剑伤皆来自太子麾下。为了大雷音寺改朝换代还本溯源的万世大计，众僧达成一致，决定合谋编造谎言，声称佛子送秦牧下山时遭秦牧偷袭杀害，太子随从舍身相救，已惨遭毒手。长眉僧人为了护住大局，甘愿背负狂语的骂名。老如来深知真相，却并未拆穿，顺水推舟将其逐出寺庙。离开大雷音寺的长眉僧人，半路被延康太子的楼船接引。太子向其揭露了秦牧背后的恐怖势力，连庆山道人、卢文书等成名强者皆丧命于其手，并以登基后许其开宗立派为饵，将其收为己用，图谋铲除天魔教。与此同时，老如来亲赴昆仑玉虚山会见道主，面对哀皇节、开皇节、开皇节可能降临的危机，佛道两大宗派的首脑达成了某种共识，为了避免天下生灵涂炭，必须更换皇帝。道主最终点头应允，决心出鞘那柄久未饮血的道剑，以斩断当朝天子的龙脉。
秦牧一路向霸州赶去，眼见延康国满目疮痍，饥民遍野，瘟疫横行。所幸延康国师推行的小学与大学发挥了作用，士子行医防疫，官兵清剿妖魔，并护苗劝耕。延康国的根基虽受重创，却并未在天灾中彻底崩溃。秦牧深感此次灾难时机诡异，背后似乎有神灵干预，意在报复延康对旧日神权道统的倾覆。途中，他从天魔教弟子口中获悉，皇帝正清剿抗梁不受的世家，且屡遭塞外强者吉琼夫子、田真君等人的暗杀。更令秦牧警觉的是，太子监国之际，竟跑去大雷音寺与老如来密谋。在前往霸州的途中，秦牧意外寻到了司婆婆。此时的司婆婆正处于与体内逆天行意志的博弈之中，她为了不祸害村长等人，选择避开马爷与瞎子，独自居住在此磨砺心性。两人短暂重逢，秦牧见到了司婆婆摘下伪装后的绝世容颜，也目睹了她面对心魔折磨的痛苦。司婆婆因无法彻底摆脱逆天行而想毁容断念，被秦牧柔声劝阻。秦牧向她承诺定会彻底解决心魔隐患，随即将司婆婆安置在此，嘱咐她好好生活，自己则带着龙麒麟火速奔向5000里外的霸州，直面即将来临的朝廷动荡与潜在的阴谋。延丰帝在霸州府亲自下场为灾民不周，以此向身后的文武官员宣誓，真正的佛与道不在庙堂高谈阔论，而在百姓的温饱与稼穑之中。他怒斥变法之前的宗派世家垄断土地，视民如草芥，揭露了所谓神降灾劫不过是宗派为了巩固统治而施加的恐怖手段。他当众表态要杀尽那些高高在上阻碍变法的大伐宗派，只留能为苍生做实事的官。不州现场，老如来与老道主意外现身，与延丰帝平静进餐，却在言语间透出对立。如来与道主认为神桥已断，无法成真正的神佛，选择避世以求超脱；而延丰帝则坚持认为变法虽有阵痛，却是为了苍生立命。离开霸州城后，延丰帝在城外与7位重臣会合，与如来、道主在田间对峙。道主抛出一卷记录开皇劫及毁灭之劫的《开皇劫经》，试图以变法引发上苍动怒，导致苍生涂炭为由，逼迫延丰帝放弃变革。延丰帝读罢经卷，非但不为所动，反而回忆起早年目睹宗派以镇教灵宝降下雷灾，随意处死君王的旧事，愈发坚定了掀翻神权与宗派的意志。面对延丰帝不惜掀翻天地也要推行变法的决绝，如来与道主深感劝说无效，当即决议通过换一任皇帝来终止变法。霎时间，四面八方涌现出如琼夫子、田真君等大量高手，将延丰帝及其随从团团围住。面对如来与道主以人海战术强行送皇帝上路的局面，延丰帝怒极反笑，嘲讽两人舍弃了江湖规矩，开始对他这位人间帝王动用权力法则。最终，老道主持剑，众高手围拢，这场关于延康国运与变法存亡的生死决战一触即发。